1923年8月25日，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，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，众多珍贵文物出土。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，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。这座通高117厘米、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，以灵动的姿态，将商周青铜器的凝丽威严，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，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。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，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。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，整器体呈椭长方，修颈斜肩如美人颔首，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。底座有2只卷尾兽倾力托举，兽首回望，鳞甲奔张，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。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，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，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。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，10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，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，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，中央设可活动小盖，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、展翅欲飞的仙鹤。此番设计精妙巧思，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。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，溪有荷华之地，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。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，也催生着艺术觉醒。南北交融，思想碰撞，中原成为汇聚之地。彼时，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，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。莲与鹤的邂逅，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。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，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，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。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，将周文化的礼制、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。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，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，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，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。今日河南博物院中，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，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。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，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，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。